江女士35岁，来自河北临时工，有请江女士，有请。欢迎老妹啊，一个村儿的对吧？是，俩闺女对吧？对对。2次离婚，是吧2次离婚了，我们。谁想复婚啊？这次？我想复婚。好，你想复婚，那咱们就先把前面说清楚啊。这2次是为什么离的婚？先说第1次为啥离的婚？第1次他嫌我爱花钱，说我不过日子，跟我他确实是爱花钱啊，花钱都不花在正地方，我就感觉他那钱都是花在没用的地方上。都把钱花到哪儿去了呀？就记得他有一次吧，家里来安装太阳板的，说好的是每年的10月份都会给我们一笔钱，但是呢，到了第2年的10月份，我就问他那钱有没有打到账上，他说没有。然后我那个1个月，差不多都问他，几乎每天，但是他都说没打。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太阳板的老板打电话，他告诉我早就给我们对象打过去了。当时我特别的气愤，我就说钱既然已经给你打过去，你的钱呢？他说他买电动车花了。然后电动车，我说你怎么不骑啊？他说动手。他买的车，我感觉他纯粹就是因为当时吧，追流行才买的，特别没有用。关键也没商量，也不尊重你，是吧？是。就为这一件事就离了？没有，还有买手机也是因为我感觉他乱花钱了啊。买那手机，当时那个3000块钱的手机也算挺贵的了。啊。关键是他买了也就买了，没使了1个月他就弄丢了。感觉他这钱不应该花，就觉得这个男人不是过日子的男人，对，这就离了。反正就是因为这点事吧，反正。这是谁提出的离婚呢？我提出来的，当时我你说你这大手大脚，我就不跟你过了是吧？对。你同意了？我过了，同意了。不同意没辙。你这气性倒大，然后就离了。离了之后吧，他又想跟我复婚啊。当时也是看到孩子还小的份上。离了多久2个人提出复婚？离了大概有半年吧。半年之后，先生来说了，咱复婚吧。对，他又跟我说，以后有钱教我，有什么事儿也跟我商量。我看他孩子还小的份上，就跟他又复婚了。然后呢？第2次为什么离的婚呢？第2次吧，反正就是他还老总欺骗我。怎么骗您呢？就有一次吧，他去东北那边开大车，平时都是3天差不多就一来回儿。那次他去了，一去就去了1个星期，期间给他打电话，他说车坏在东北了，得要修车，耽误几天，我也就没在意。后来在一次洗衣服，给他洗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那个去海南的飞机票。哟，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有这张飞机票啊？他就跟我说实话了，那段时间没有出差，去玩了。从小到大我生气，连这个河北省我都没去过，我要不是在东北开大车，我连东北都去不了。以前你知道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多无。那你得跟老婆说一声，你说我去三亚，或者带着他一起去玩啊。他怕花钱啊。哦。他又怕带孩子，我别扭没法带孩子，孩子小。他没有体谅过我，就光自己怎么开心就自己怎么玩。这是三亚算一件事儿，瞒着你旅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决定要跟他离婚呢？他也不尊重我父母啊。他从来就是没有叫过我爸妈。因为我们俩一个村的，就是之前嘛，就是他就认得我爸妈，他那就是叫二妈二大爷。后来呢，就是我们俩结婚之后，开始他说他不好意思改口，可是过了好长时间也没见他改。尤其是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家里来好多客人，他也顶多说个您字儿，这就是让我爸妈听着其实也挺不舒服的。我不是说去那头不叫他，我那儿个以前结婚的时候也叫过他妈，叫的声音可能小点吧。刚那个他妈没理我，刚那个我最后知道他妈耳背，你要不嚷着说，他妈根本就听不见。那你以后就大声说呗。打那一回我叫一回之后，刚那个就没理我，我这人就比较腼腆，所以就没叫，一直叫这么多年我都没叫。对，误会了，误会。那为啥？那你也应该叫啊，那你知道就感觉就不像一家人，你知道吗？是，那第2次到底为什么离的婚呢？错是在我错的。你又干啥了？我觉得他也有错，不见得都是我的错。啊，啥意思？他以前回家的时候都是很早就回家，有一段时间回家挺晚的。我觉得他不对劲儿，我就偷偷看了他手机，他是跟一个网友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普通朋友。然后他那个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不承认，他说没有的事儿。我最后跟他说看了他手机，才跟我承认说跟网友聊天。网友给他介绍客户。
网友聊天很正常嘛，没聊的就聊点暧昧的，还聊暧昧啊？对啊，这你肯定受不了吧？对啊，也没聊什么呀。反正就是说，至少他发现了你跟网友在聊天，对吧？对，吃醋了，然后你提出了离婚。我没提出，他好像最后老跟我闹腾说要离婚，回来之后最后俺俩又把婚离了。谁？他老说要离婚，我不同意离婚。当时他老跟我闹，我跟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然后他老每天拿这事儿说事儿，我一生气我说那就离吧，别过了。嚯，你这么大的脾气啊？那在复婚多久以后又离了婚呢？隔了差不多有4年吧。哦，就4年以后你们俩2次离婚是吧？对。现在从第2次离婚到现在有多久了？去年夏天那会儿。哦，夏天。这次离婚怎么弄的呀？这孩子谁管啊？这孩子一人一个，老大跟他，老二跟我了。他对孩子其实也不上心。嗯。不是我们俩离婚了吗？我就带着老二在我娘家住。有一次早上，他起床没有看到孩子，也没有出去找一下。他出去吃饭了，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孩子挨磕了，然后他才赶过去。当时吧，孩子已经就是磕了挺深的口子，当时缝了10多针。我是后来才赶到医院去的。嗯，我感觉就孩子既然都已经判给你了，你就应该好好照顾啊。他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不管不问的，就没有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哦，所以你就为了孩子想复婚还是怎么着？我想跟他复婚，过不下去了自己。不是因为孩子小啊，那阵儿去年我也不是说不管孩子，我早上起来之后没看见孩子，我也没找他。老大几岁啊？老大10岁，不是去年11，现在不是去年10岁，今年11。我的妈呀，您这孩子是这么过的？去年11，今年10岁。不是你这当爹的，老二呢？老二已经5岁了。行，这家我也找他去，不是说没找他，我想吃完饭再找他，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就听他平时对孩子就根本就没怎么上心过。所以那个老大挨磕了，我回到家赶紧带他去医院看去，带他缝针。心疼不？心疼，也心疼。心疼，你平时就应该多照顾照顾啊！接送孩子全是我跟他爷，你去过几次啊？他因为大了也，就那次因为这个事那段时间离婚嘛，然后我还得了乳腺增生，就拿了去北京看，去大医院看，然后拿了好多中药，养了半年还好的，就跟他生气的。这次他提出来复婚，你啥意见啊？我不想复，我感觉他没有让我看到实际行动上的改变吧。我也在改变。那你为啥要当时同意跟他离婚呢？他老说离婚，那你也不能赌气啊！你多大的人了，说离就离啊，说复就复啊，这麻烦了吧？那不孩子小吗？这不忍心。所以我现在想复婚，我想跟他。他能不能不复？能，那就行。现在还住在一村里呢。哦，虽然说在一块儿住，就是不是一个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住，他也不是一个屋。我跟孩子一屋，他自己一屋。你没搬回娘家？没有。你还住婆家呢？对。那你们这叫离什么婚？离婚证是有，但是我也不想跟他过，我就纠结我要不要跟他再复婚。我纠结这个。那你们等于离婚不离家，对吗？对，因为冲孩子，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我又看不到他实际上的改变。对。就是说，所以这我就理解为什么不复婚，因为我们天天还住一个屋檐下，对吧？并没有因为离婚你变得对家庭更负责，或者对大闺女更好，是这意思吧？对。就想复婚，为什么要复婚呢？对孩子来说要知道说俺俩一直老在离婚也不好啊。孩子一点一点大了，老大也懂事了，一点一点。不知道，你们不是还住一起吗？因为那个老大他也懂事了，孩子。就是为了孩子是吧？啊。你还喜欢他吗？喜欢。他有什么好啊？他就是说，对孩子我的对家里都好。你这嘴是够笨的了。那比现在还喝酒吗？他不喝酒，但是他这烟戒不了。他们每天都是那个房间里烟熏火燎的。闻不了他那烟味儿，每天也不爱打扫卫生。要是把烟戒了，能复婚吗？不会。为啥呀？他每天都出去玩，出去晚上都是让我给他留门，但是他一出去都不知道几点回来，就感觉吧就不过日子，挺晚的，有时候后半夜才回来，都不知道他出去干啥，就在家待的时间可短了。想让他陪我的时间都没有。这个用村里人的话说，这个男人不是个过日子的男人。
是吧？是。不着家，对吧？干活好像不那么踏实，花钱大手大脚，还老骗老婆，是这意思吧？对。所以你看看你，我现在也是在改变，不是哥们儿不找我，我也不出去。现在，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婚姻是大事，离婚也是大事，复婚更是大事。你们两个人才30出头，已经有2次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的历史了。你想，他辛辛苦苦在家里带2个孩子，你倒好，买一张机票，找一个欺骗的理由就到海南去玩了。我请问，海南是一个人去的，还是有异性一起去的？自己去的。一个人跑到海南去玩一圈？对。你的玩心太重了。不是，我因为我从小到大连河北省都没出过，一下就跑到天涯海角去了。对。但你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啊。我以前那点儿，我跟他说，我说咱赶明儿去黄金海岸玩玩，他说不去，说孩子小，这个怕花钱，所以我那点儿是给人家开大车，所以我才自个儿出去的。你也不能这么率性任性啊！关键问题的核心是。不是，那是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是因为我要跟他说我去三亚，他绝对就不让我去，他怕花钱。但是他反对，你也必须告诉他，这是尊重。欺骗，在婚姻当中犯大忌，你明白吗？你今天来求复婚，我想首先是要改变自己，你要自己有坚定的决心，我能改变自己，你才可能复婚。是，很简单。我作为妻子是在改变。那天个我就说，你改了没有呢？改了，就是那时候他不说花钱，是我自己。你感受到他的改了吗？说我自己说我没看到他改变啊。所以很简单，对你来说，是不是要复婚？考量3个方面：一个，原来存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得了？解决了，作为一个评估的条件，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是，你对他究竟是原谅了，还是心软了？第3个更关键的原因，你心中对他的爱还在不在？因为婚姻最有效的粘合剂就是爱情，明白吗？明白。好，谢谢伯虎兄。莎娜老师，张女士，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呀？我现在的打算就是把孩子抚养大。不是，我是指的就是你们2个人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吗？什么时候从他们家搬出去呢？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怎么走，我现在也挺矛盾的，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不改变你们2个人现在相处和生活的方式的话，你们2个人会继续再结婚再离婚的。就算你现在答应了跟他复婚，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几年，你们2个人又会离婚。2个人在结婚离婚结婚离婚，这个中间都没有明白一件事情是，你们到底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其实我觉得听你说的那些点啊，不是真的能够就直接导致去办离婚手续的。我觉得去办离婚手续都是有冲动在的，所以2个人冷静下来可能还能复婚，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哎，那个问题好像现在再想来没有当时那么气，至少不至于直接走进民政局去拿那张离婚证了，对不对？对。所以我想跟你们2个人说的是什么？不管你们接下来的结局走向怎么样，就是你们要为你们的决定承担责任，你们要为你们的选择承担责任。你做了决定，我们离婚，那离婚之后2个人就各自要承担离婚的这个责任。如果你们2个人决定我们复婚再重新在一起，那就是既往不咎。如果2个人都有这个意愿重新走在一起了，之前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人，你所有不满意他的地方都要重新看待。这就是一个崭新的人。否则如果你一直计较他过去，但是我就没看见他现在的改变。否则如果你听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要改？他
改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满意，对不对？对。你不喜欢他这一点，是不是？那我问你，换一个女人可能就特别喜欢的那一点，他那一点根本不用改呀。明白。所以你也一样啊，他也有不喜欢你身上的点，但可能那个点你也改不了。我说的就是，如果决定再继续走在一起，这些所有的点，你说什么抽烟呀、回家爱出去玩啊什么你都要重新看待。你要接受，我未来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要接受他的这些点，不是所有我不喜欢的点他必须要改掉。明白了，老师。所以你想好这一个，就是他身上的这些习惯，可能他忍得了半年，我们说他3个月、半年他忍得了，他把烟稍微戒一戒，为了哄你再复婚。可是他时间长了，他的真面目还是会露出来的。那到那个时候你能接受吗？我知道。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就想好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承担你的选择的结果，承担你自己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责任、后果。如果要是真的继续没办法过的话，你想好你后面的路怎么走。你一直这样住在他们家，你一直是会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反复的。明白，老师。谢谢莎娜老师。来，小鹏老师。复婚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真心主动想复婚，还是你父母有跟你讲这媳妇儿还不错，挺好的？是你自己主动的、发自本能的想跟他复婚？对。为什么？别说孩子。因为想跟他复婚。为什么？想要人照顾。想要这个女人能把孩子给你照顾好，把这个家给你照顾好，想要这个女人给你操持家里所有的事情，还是真的爱她？爱她。爱她为什么没为她收点心？爱她为什么第二次？我也在改变。爱她为什么第二次还能够自己跑出去玩？她的确那是之前玩去。那之后不是也跑出去玩吗？各种跟朋友出去玩。那有时候就是跟哥们儿就是冒出。你别了，就是玩。所以我想说，我感受到的，他内心当中就没有真正想要成家结婚这个概念。他是想要家，但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一个男人成家是想要好好的经营这个家，照顾妻子，有孩子，作为一个男人像父亲和丈夫一样的担当。他没想过。他只是觉得，对，我年龄到了，该成一个家了。别人都说了，在村里年龄也大了，20多岁了嘛，该结婚了。哦，结了婚该有孩子了。他所有的思维当中还只有应该，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做父亲，什么是做丈夫。你认为你的收心是为他吗？不是的，你所有的收心是作为一个男人为这个家的担当。这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你，为什么想要跟他复婚？这一次同样的，你并没想明白，你只是觉得我告诉给他，我错了，我道歉，以后我收心了，就能把他挽回来。不是的，第二次了，他想要的，他想看到的是你能不能有担当。可是你从上台到现在，你的表情、言谈举止，还就是一个大男孩儿，你就还是个男孩。都会改的，为他。你为他改什么？你不需要为他，这是你的家，你为谁呀？这是你应该的东西。你既然想组建家庭，组建家庭就势必说明一点，你必须得收心，你必须得舍弃一些东西，你必须得跟同学、朋友之间要断了一些过度的联系和玩乐，你就是得这样。我们所有人只要组建家庭，我们势必就要收掉一部分玩的那颗心。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想，家里老婆孩子等着我呢，我得回去呢。你在工作的时候想着，哎呦，我今儿累了，赶紧回家，把媳妇儿在那儿给我做好了热饭，我特别想回去。你没有，你只是觉得那是一个概念，所以没准备好，别谈复婚。你如果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你先去追他。同样对女方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也没想明白，稀里糊涂跟他闪了婚，稀里糊涂再跟他复婚，还立刻又生了老二。为什么第一次离婚？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男人没担当嘛。第二次你看到他有担当了吗？你没看到。跟他生什么老二啊？他还没有真的做好父亲的责任呢。他没想过怎么做父亲，你就贸贸然让他做了2个孩子的父亲。所以莎拉老师刚刚说有一点特别好，
搬出去回你家。如果他真的想要改，让他重新追你，还没有享受过一个男人对你的爱和责任，你就贸然跟他在一起，没意义。来，米娜老师，离婚有2种，一种呢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另一种是不幸的结束。你是哪一种？我是哪种都不是。我想找一个幸福的婚姻。你是希望有一个幸福生活的开始。对。那么你住在前夫的家里，肯定没有办法去利索的开始新生活呀。当你还在问说我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不应该去问。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开始，幸福婚姻的开始，不是跟这个人的话，你就不应该再考虑跟这个人还有没有可能性。当你留在他家里的时候，你就等于一直在给他这个暗号，那就是我还在给你机会，我还在等你改，我还在等我气消了就能跟你复婚。所以对于你，如果主意早就下定了，就带着孩子走吧。我也建议你把2个孩子都带着。你呢，反正母亲会让你肯定会好好的照顾孩子，在一个村里呢，老人还能帮你搭把手，你的日子过得也不会很难。更何况大孩子也已经大了，需要你花时间的呢也不太多了。但交给他的话，第一，你的抚养费会少拿一点；第二，你也不放心这个父亲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吧？所以带走2个孩子，自立门户。教我怎么能当家呀？大钱交给谁了？都是他自己把着。为啥把钱自己把着？我这次复婚交不交钱？交钱。这就行。对，咱把核心问题捋顺，农村问题咱用农村的思考来解决。大钱交了行不行？行。对嘛？你早说嘛！我就是要你把财权交了嘛，让我从此心里买个踏实嘛。那就说清楚了，直接跟人说，钱归你管。改掉一切恶习，你经济大权交不交？交。确定吗？确定。确定哈，一会儿说出来啊。剩下事儿你们自己考虑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以后会改的，挣了钱交给你，保证不向你撒谎，有什么事都会跟你商量的，请你原谅我。婚姻无小事，
怎么，反正就是失望攒多了，也就心寒了。我对你不是一次两次的，就看你口头上的这么说，我要看到你实际，知道吗？实际情况上呢，要做到实际上，让我会用看到。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出来。那好，我就能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哎，请亮灯啊！你就赶紧长大吧啊！谢谢两位，请回吧。太难了，请关门。来，站的是中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对夫妻，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最后一次机会。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商量的。请亮灯吧。最后问先生一句话啊，是个男人吗？是男人。回家把今天承诺的都给妻子兑现了，好吧？我会的。谢谢您，请回。